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为大家解读开源架构 MemPalace， 它能赋予 AI 跨越时间的结构化记忆。这项研究实现了 96.6% 的长文本检索准确率，并且将启动消耗降至170个 token， 配合30倍的极限文本压缩比，它在本地即可构建低开销、可无限扩展的永久记忆库，彻底突破大模型上下文遗忘的瓶颈。之所以需要结构化记忆，是因为现阶段 AI 的记忆模式是间断的。由于大型语言模型依赖有限的上下文窗口，每次开启新对话都在经历格式化。一旦当前绘画结束或文本长度超出限制，之前的记忆数据就会被彻底清空。这导致 AI 无法记住项目背景和历史决策，让每次交流都变成了从零开始的初次见面。传统的暴力填充方案虽然能延展记忆，但代价极其昂贵。若将半年约50万 tokens 的对话历史全部塞进提示词，单次对话成本将飙升至 1.5 美元以上。更严重的是，随着上下文增长，模型会出现 lost in the middle 现象，导致推理性能在长文本末端急剧衰退。为摆脱上述困境， MemPalace 借鉴了古希腊的记忆宫殿法。由于人脑对空间导航具有天然优势，该方法将信息挂载到虚拟建筑的特定房间内，通过这种空间关联，检索时无需便利全部内容，只需定向走到特定房间，即可实现急速且精准的信息提取，彻底摒弃了传统的扁平文本库。MemPalace 引入了由侧翼 wing、大厅 hall、房间 room 和抽屉 drawer 组成的空间层级，通过将宏观项目、记忆类型与具体主题层层挂载， AI 获得了清晰可导航的立体结构，这使得检索过程不再盲目，其准确度也随之大幅跃升。在空间架构之上， MemPalace 的第一项核心原则是采用逐字原始文本存储。为了保持事实的最高颗粒度，它拒绝了大模型常见的有损总结法，转而使用 verbatim storage 策略完整保存原始对话文本。这种做法确保了即使是几个月前的微小细节， AI 也能100%精准还原，避免了关键信息因过度浓缩而丢失。配合逐字存储，第二项原则，通过范围界定的空间检索来消除噪音。系统在检索时利用元数据过滤机制，先锁定特定的侧翼或房间，将搜索范围限制在局部空间。相比容易出错的全局盲搜，这种空间过滤能排除 90% 的无关信息，最终系统可以从特定的抽屉中精准提取知识，显著提升了检索的相关性。为了解决长文本拥堵，该架构将记忆划分为从 L0 到 L3 的4层内存站。L0 仅定义极小开销的角色身份， L1 则加载当前绘画的关键事实。当系统需要深度检索时，才会从 L3 逐字原文层调取完整文本。这种分层管理确保 AI 在启动时仅携带轻量事实，而庞大的原始数据则在后台按需触发加载。得益于 L0 和 L1 层的精心设计，系统实现了极轻量级的启动性能。每次 AI 绘画的记忆加载成本仅需170个 token， 相比传统方案动辄50万 token 的全局加载，实现了指数级的开销缩减。这让宝贵的算力能更多的用于深度推理，而不是消耗在繁重的记忆搬运上。为了进一步提升密度，该系统引入了 AAAK 实验性简写方言。它利用3字母实体代码和语义标记，将冗余的自然语言转化为高密度结构。通过这种方式，系统能实现最高30倍的压缩比。例如，将一段关于项目预算获批的长句浓缩为只有 AI 能高效解析的短字符串，大幅提升了存储和处理效率。在后台，系统通过全自动存档机制默默构建知识库。它内置了 Safe Hook 和 Pre-Compact Hook 2套触发钩子。Safe Hook 会每隔固定轮次自动保存决策，而 Pre-Compact Hook 则在上下文超限前紧急存档，彻底杜绝数据截断风险。这使得用户无需发送任何记忆指令， AI 就能在对话中自动积累有价值的信息。在 LongMemEval 长期记忆评估基准中，该架构表现惊艳，它实现了 96.6% 的原生检索召回率，这在同类技术中处于领先水平。这种高准确率主要归功于 ChromaDB 的底层支持以及逐字保留策略。这意味着，即便是极其冷僻的技术细节， AI 也能从原始上下文中找到准确依据，并给出正确回答。在性能之外，MemPalace 采用了100%的本地优先架构，
它将向量存储 COMA-DB 与关系型数据库 SQLite 完全部署在本地机器，实现了数据闭环。由于不依赖任何外部云 API 进行存储与检索，它从物理层面上切断了泄露风险，能确保用户的核心机密和私人对话永远留在本地，无需担心隐私外泄。该系统不仅保护隐私，还通过 Model Context Protocol 协议无缝接入了现代 AI 生态。它对外提供了超过29种跨平台调用工具，使其能作为通用的外接大脑插入 VS Code 或 Cursor 等主流 IDE。借助这一标准协议，不同智能助手可以实时共享、读写同一座记忆宫殿，让记忆系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组件。然而，空间架构也带来了双刃剑效应。极限测试显示，初期过于复杂的层级划分和非形式化的 Triple-AK 压缩，反而导致某些场景下的检索准确率下降了 12.4%。这说明强制的空间过滤有时会与语义搜索冲突，且早期的压缩算法存在信息流失。之前的亮眼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底层向量库强大的原生检索能力。为了解决出版 Python 脚本的不稳定性，团队开启了代号为 Mempo 的底层重构计划。通过全面转向 Rust 语言，该项目实现了性能与稳定性的质变。Rust 提供的内存安全保证和极致执行速度，让复杂的记忆路由逻辑变得更加坚实。这种工业级的重构确保了 AI 记忆系统在作为核心基础设施时能够保持极低的资源消耗。在重构底层后，针对 Triple-AK 导致的失真痛点，Mempo 引入了巴克斯范式 BNF 形式化语法。这一编译学方法的引入，实现了真正的无损结构化数据压缩。通过配套的工业级编解码器和严苛的往返属性测试，系统确保了每一比特信息的可靠流转，从而彻底攻克了长期记忆中的信息损耗难题。在攻克失真难题后，团队重新审视第一性原理，对分类层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精简。数据分析显示，超过 33% 的检索收益其实来自最顶层的侧翼和普通大厅过滤，过深的嵌套反而影响效率。因此，新系统果断去除了冗余的深层设计，只保留最高效的维度组合，使路由效率与准确性实现了大幅提升。在完成逻辑优化后， Mempo 进化为一种嵌入式的极简架构，它不再需要外部复杂的数据库环境，而是以单体二进制文件的形式运行。通过内置编译好的 ONAGAS Runtime 进行嵌入推理，并结合 SQLite 原生向量搜索，开发者只需一行命令即可获得工业级记忆能力。这种数据库及文件的设计，实现了备份及拷贝的极致便利。综合来看， MemPalace 是目前记忆系统的最优解之一。对比传统方案，它将启动成本从50万 token 降至170个。此外，它原生支持全自动挂载，以实现跨绘画继承，并引入多维空间层级，确保数据结构化。最关键的是，该方案实现了100%的本地闭环运行，在隐私安全与运行成本之间取得了极佳平衡。从理论走向真实应用， MemPalace 正成为多智能体协同的核心纽带。在实际场景中，不同领域的专属 agent 可以拥有独立的记忆侧翼。无论是长期代码维护中的架构决策，还是私人知识管家对个人偏好的记忆系统，都能在统一的大架构中实现底层互通。今天解答助手发现的 bug， 明天的代码助手依然会清晰记得，真正实现了智能共生。MemPalace 通过永久隐私结构化的设计，正成为 AI 的第二大脑。它不仅通过 BNF 范式和空间架构确保了信息的无损还原与高效检索，更在本地闭环中守护了数据安全。这一开源项目搭建了人类认知模式与数字智能体之间的桥梁。感兴趣的开发者可以关注其代码仓库，探索如何让 AI 真正跨越时间界限，实现与人类的深度成长共生。